趁着假日大家都有空的时候，狐狸猫全家人打算整理阳台的花圃。正当狐狸猫整理着花圃的时候，它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阳台花圃上种的植物，像是秋海棠以及金盏花，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种类的植物，它们的茎和叶居然都是朝向阳台外生长。狐狸猫心想，难道是因为这些植物都太重了，所以没有办法笔直往上生长吗？爸爸看到狐狸猫在喃喃自语，便来关心一下发生了什么事。听完以后，爸爸笑着笑说：这就跟之前学过的动物行为一样，植物也能侦测环境变化而产生感应。植物的感应可以让它们取得更合适的生长环境。植物为了因应环境的变化，会表现出朝向或背离刺激方向而生长的现象，我们称为向性。向性会影响植物的生长，植物的向性在不同部位有不一样的表现。以金盏花来说，它们的茎和叶都是往阳台外生长的，因为阳台外的光线比阳台内光线强，这种向着光线强的方向生长的现象就叫向光性。正确来说是茎的向光性，连带一起将叶子带往光线充足的方向生长。除此之外，茎还有背地性，又称为负向地性。这种向性可以让植物背离地面向上生长。这些向性可以让植物的茎和叶获得充足的阳光，以利于进行光合作用，制造养分，维持生命。同样的，长在土壤中我们看不到的根也具有向性哦。例如，根有背光性，又称为负向光性。根还能展现向地性、向湿性，让根往土壤深层生长，以固定植物体，并有利于水分的吸收。所以你现在看到植物的生长方向，就是多种不同的向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哦。哇，爸爸你懂好多哦。那植物还有其他不同的向性吗？你这个问题问得蛮好的。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向性，植物还有几种常见的向性，例如相触性。你还记得牵牛花是怎么生长的吗？我记得牵牛花好像是会沿着竹竿往上爬。没错，其实这就是相触性的一种方式。有些植物的茎或叶子碰到物体时，会贴着它，然后卷曲向上爬。这样的生长方式可以帮助植物获得支撑，并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。而这些向性都与生长有关，所以反应比较慢，属于长时间的感应，需要植物长出来后才会观察得到。请问，下列关于植物的向性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植物的向性为长时间的感应。B. 金盏花的向光性与光线无关。C. 向地性及背地性两种感应，只有背地性跟地球引力有关。原来如此，那你先等等，我们再聊下去，天就要黑了。我们赶快先把阳台整理完吧。晚餐时，狐狸猫仍然努力地继续问着爸爸问题。爸爸，下午的时候你说植物的向性是种长时间的感应，是不是代表植物也有短时间的感应呢？你说的没错哦，植物的确就像动物一样，
也能够有短时间对环境刺激做出回应的感应方式。像是之前在公园回去玩的含羞草，还记得我们碰触它们的叶子后，小叶就会闭合的反应，这种反应叫做触发运动。有些植物像是座降草，它们在晚上的时候，叶子会合起来并向下垂，看起来就像在睡觉一样，所以叫做睡眠运动。还有一种特别的短时间感应，叫做捕虫运动。捕虫，植物也会吃虫吗？当然，植物不像动物一样有吃东西的能力，但有些植物，像是捕蝇草，当昆虫飞到叶子上的时候，它们会瞬间将叶子闭合，然后再借由消化液慢慢将昆虫分解、消化、吸收。这些短时间的反应，通常都是跟植物细胞内部水分压力变化有关。请问，下列关于植物短时间感应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每一种植物皆会行捕虫运动。B. 植物的相触性也是一种短时间感应。C. 睡眠运动指的是植物晚上叶子会下垂闭合的感应。这些不管是长时间的感应或是短时间的感应，都可以替植物争取资源，并避免受到外界的伤害。对于植物面对环境的改变和刺激，如何做出适当的反应，同学们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呢？有关植物感应的叙述，请问以下选项何者正确 ？A. 含羞草受到刺激时，小叶会闭合的触发运动与光线有关。B. 植物快速的感应通常与生存或自我保护有关。C. 植物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刺激时，只有长时间的感应。在下课前，一样要帮大家来个重点整理哦。1. 植物虽然没有神经系统，但仍会受到环境中光线、水分、地心引力等刺激而产生感应。2. 植物为了因应环境的变化，会表现出朝向或背离刺激方向而生长的现象，称为向性，是属于长时间的感应。3. 植物的短时间感应通常跟细胞内水分多寡有关，例如触发运动、睡眠运动、捕虫运动。最后，请大家来想想，如果今天有一棵生长在空旷地方的大榕树，而太阳依旧会东升西落，请问这棵榕树会如何生长呢？欢迎去寻找答案，并在下方留言哦。就这样，我们下堂课再见，拜拜。